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丈夫出轨秘书，还有了私生女。为了女儿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我只能忍气吞声。出国5年归来，我才得知女儿被欺负、被排斥。我直接杀回公司，只为给女儿出口恶气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黎书完董事长代表我们公司出国考察了整整5年，领导我们完成了重大的科技项目。主持人一脸兴奋，在台上滔滔不绝。我站在台上，微笑着点头致谢，但目光却在四处游移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茵茵呢？李董，请问您对这次成就有何感想？主持人转向我，递过话筒。我接过话筒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口道：谢谢大家的肯定和支持，请原谅，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，我的女儿古茵茵在哪里？全场一片静默，所有人都被我的突然提问弄得愣住了。她今天没来吗？我回来前特意告诉她我今天回来。我的老公古婷的眼神如同被冰霜覆盖，他站起身来，语气中带着不可置信和愤怒。你怎么敢在这种场合？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给他继续说下去的机会。茵茵比任何事都重要。我的话像是一记重拳，打得古婷一时语塞。李董，突如其来的声音打破了大厅里的沉寂。我转头看到了助理小陈，他冲向我，满脸焦急。茵茵出事了，您快去项目部帮帮她。这句话像一颗重锤击中我的胸口，我脑中顿时一阵空白。我稳了稳心神，一把抓住了小陈的手。什么？说清楚！我的声音尖锐而急促。小陈喘着粗气，眼神里充满恐慌。您快去看看吧，保安，把这人带出去。公司高管杨思突然开口，指着小陈。杨思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扭头看向杨思，他是我一手提携上来的人。我站起身，目光锐利如刀，扫过每一个人的脸。我想，在这里应该是我说了算吧。我缓缓走向前，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如果没有我引入的那些创新项目，公司还能像现在这样领先吗？我离开公司的后果，你们想过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目光如炬地盯着杨思。有人敢伤害到我的助理，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绝不会轻易放过。杨思紧握双手，显然是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就在这时，董事会的股东站了出来，他试图打着圆场。好了好了，两位暂时冷静一下。我心里清楚，这次事可能是我在公司权力过大，董事会在试探是否要踢我出局。但此刻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比起事业，我更关心女儿古茵茵的情况。冲出大厅的那一刻，古婷突然挡在我的面前。你去哪？她的声音平静得近乎冰冷。我要去救茵茵。我的声音里满是急迫和坚定。不行，她对着身后的助手下着命令，把李董带下去。我失望地看着他。我和古婷早就感情破裂，他在婚前就和小三岑云有了私生女古影。等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已经生了茵茵。为了给茵茵一个完整的家，我一直假装不知道这一切事情。出国前，不是没想过把茵茵带在身边，但那时候茵茵也才10岁出头，还在上学，考察的项目又十分重要，根本抽不出时间来照顾。我想着古婷看在血缘关系上不会对茵茵太差，没想到听到茵茵出事后，她第一反应竟然是拦着我。在场所有人都在看我的反应，毕竟大家都知道我爱古婷，在她面前，我几乎从未真正反抗过。
李董，真的没时间了，如果我们不快点……茵茵，小陈几乎是在哭喊，他的眼神里满是恐慌和无助。我心头一紧，无视古婷的阻拦，带领自己的团队直奔项目部。古婷眉头紧锁，但他知道阻止我已是无用。我们一行人冲破所有障碍，直奔项目部。门卫见我们如此气势汹汹，急忙拦住我们：“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闭嘴！我没时间跟他废话，让开！”推开门卫阻挡的手臂，我们闯入项目部。在角落里围着一群人，有个背对着我们的身影正蹲在地上，不断地瑟瑟发抖。我的心揪成了一团，扒开人群冲上前，急切道：“茵茵！”茵茵缓缓转过头来，头发凌乱，双颊红肿，嘴角还有一丝未干的血迹，而那双曾经充满憧憬的眼睛，此刻只剩下失落和疲惫。看到我时，她似乎想笑，但笑容比哭还难看。“妈，你来了！”茵茵微弱地叫了一声，她伸出颤抖的手，试图拉住我的衣角。看到女儿如此模样，我的心仿佛被紧紧揪住。“茵茵，都怪妈没有保护好你，是谁？究竟是谁干的？”我颤抖着手覆上茵茵的脸，她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。“李董，这……”项目部主管张口结舌，显然没想到我会突然出现。我的声音冰冷至极：“你们做了什么？”项目部主管低下头，不敢与我对视。我怒不可遏，起身一巴掌扇了过去，看着项目主管瞬间肿胀的脸，怒声道：“从即刻起，你被解除所有职务。”那个主管捂着通红的脸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没有开口。接着，我转向所有人，整个项目部将进行彻底的重组。众人鸦雀无声。突然，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：“这是我爸爸的公司，你凭什么指手画脚？”我转头看去，古影正得意洋洋地站在那儿，嘲讽地看着我们。员工们开始窃窃私语，但没一个感到震惊。我扭头看向茵茵，她正害怕地瑟缩了一下，脸上只有绝望和痛苦。我瞬间明白了，我忍气吞声的这段时间，有人却高调得很。看来所有人都知道古婷有了私生女，我也知道女儿脸上的伤究竟是谁干的了。古茵茵企图窃取项目资料和破坏数据，这种损害公司利益的人怎么配继续待下去？保安还不给我赶出去！这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，古婷和杨思态度转变的原因可能与此事有关。我冷哼一声，直接上前一步，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时，一把薅住古影的头发，几个响亮的巴掌扇了上去。啊！古影痛得大叫一声，嘴角渗出鲜血，他用力挣扎了起来，但我团队的成员立马围住他的退路。我赞赏地看了他们一眼，接着一脚将古影踹倒，踩着他的头，恶狠狠道：“等着吧，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。”我带茵茵去了医院，医生说茵茵身体上的伤势较轻，严重的是心理上的伤害，再受到刺激的话可能会走极端。我心中瞬间涌起怒火，立马派人去收集证据，等茵茵处理好伤口，情绪稳定后，直接带她杀回了公司。“李董，请止步！”保安拦着不让我们进去。我紧紧握着茵茵的手，眼前那扇公司大门仿佛一座无形的高墙，阻挡着我们。“妈妈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”茵茵的声音微弱而又焦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中却是波涛汹涌，冷冷质问道：“不允许我进公司？”“李董，这是董事会下达的直接指示。”一个保安面无表情地回答：“况且把古小姐带回公司，您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处罚。”我怒视着那两个保安：“
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李董，我们也是听上面的安排。其中一个保安回答道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耐烦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转身一看，我背后站满了我团队的成员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愤怒和不甘。李董，我们不同意，茵茵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任何人欺负她就是欺负我们。李董，不能让茵茵就这样被欺负啊！您不会还因为古婷选择隐忍吧？我没有说话，直接推开保安，让他们收拾东西滚蛋。我的公司我还不能做主了。我带领团队成员进了公司，直接到了顶层，回到我的办公室，亲手将古婷的职位信息一条条删除。之后我们回到员工办公区，眼前便出现了一片绿意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说的每个字都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，连忙让团队成员将一旁的茵茵拉出门外。茵茵对某些植物过敏，情况严重时可致呼吸困难。上次只是去了另一层的项目部，没想到这片办公区内竟有这么大一片绿植。我不是说过办公区域内不能有任何绿植吗？我冷冷地环视着周围，我曾经说得很清楚，违反者将面临严重的处罚。对呀，董事会怎么做的？竟然在办公室里种植物！一个成员暴毙站立，语气中都是不满。我听说是董事会新通过的什么绿色办公环境计划。人群中有人低声道：绿色环境，连员工健康都保障不了，还谈什么环境友好？我冷笑一声，茵茵胆子小，不敢开口。要不是自己想来调查一些事，还不知道茵茵竟然一直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。这次带茵茵来，就是想要为她出口气，除掉她心中的阴霾。我自然不会息事宁人。究竟是谁让人种的？是我让人种的。一道声音突兀地切入，我立刻转向门口，是我的小姑子古婉婷。她穿着一袭职业装，显得格外冷静而自信。这是为了公司下一个大项目做的准备，毕竟上面有人会来检查。古婉婷淡淡一笑，轻描淡写道：这个项目可是大哥现在最看重的，嫂子你就别瞎掺和了。她看着我，话锋一转，现在更应该关心的是古茵茵窃取公司机密的行为吧？胡说，茵茵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？我出声反驳。古婉婷不为所动，证据都摆在那里。按照公司规定，已经被边缘化处理的员工等同于离职状态，他们不能回归原岗位。古婉婷，谁给你的胆子污蔑茵茵？嫂子，你要认清现实，公司现在不是你能做主的了。带着古茵茵滚出公司吧。大哥和你离婚的时候，我还能帮你求求情。古婉婷高傲地抬着头，眼神中是毫不掩饰的嫌弃。她一直觉得我配不上他哥，因为当初是我先追求古婷的，中间还各种委曲求全，连他在外有了私生女都不敢出声质问。只要他搬出离婚这件事，我肯定也会像以前一样妥协。但这次我可不会再惯着他。扬起手，一个巴掌便甩在了他的脸上。我每天都会健身，力气也相当大，一巴掌下去，他的脸立刻红肿起来。啊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古婉婷没有预料到我会对他出手，她捂住脸颊，又惊又怒地看着我。我冷眼看向他，转身走向电脑登录系统，手指飞快地敲打键盘，删除了古婉婷项目组内所有权限。整个办公室陷入了一片安静。我冷冷地开口：你记住，公司属于黎氏而非古氏，把你们古家人安排进公司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。嫂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我们好歹也是一家人。
古婉婷见我动了真格，赶紧上前拉住我，我一把推开她：“茵茵才是我的家人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我怀胎10月的女儿被他们这样欺负，我不替她报仇，我算什么母亲？嫂子，你不能把我赶出公司，我从小就是你带大的，你怎么不念旧情啊？”古婉婷似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开始哭着求我。18岁那年，我嫁入古家，成为他们的新媳妇。没想到不久后，古母因高龄生下古婉婷，伤了身体。古婷工作向来很忙，古家父母也正值高龄，刚嫁进来的我，自然而然地承担起照顾这个小生命的责任。我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来对待，呵护她，照顾她。第2年，茵茵出生了，2个孩子几乎是一起长大的。茵茵非常喜欢这个小姑姑，有好吃的好玩的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古婉婷。可古婉婷长大后，不仅不知道感恩，还处处欺负茵茵。想到这，我更是火冒三丈，反手又是一巴掌，这次的力道更大。古婉婷踉踉跄跄地跌倒在地。那你念旧情了吗？茵茵是你的侄女，你污蔑她偷公司机密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我的声音几乎在颤抖，面对曾经我一手带大的孩子，现在是心如刀割。黎书婉，你这个贱人，怎么敢打你小姑子？门口传来一声尖锐的指责声，一抬头，正是古母气势汹汹地站在那里。她一收到自己乖孙女莹莹的告状，天一亮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公司。你还想让婉婷退出公司？你还想不想和我儿子过了？古母的声音刺入耳膜时，茵茵在我的怀里颤抖起来。妈妈，她低声呢喃，眼神中满是无助和恐慌，颤抖着声音否认。他们都欺负我，说我偷了公司机密，可是我没有。看到女儿如此痛苦，我难受极了。茵茵别害怕，妈在。我紧握着女儿的手，心里却是一片混乱。妈妈，我好怕。她的声音细如蚊呐，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。古母突然冲过来，顺手拿起一旁的拖把向我们打来。黎书婉，我这个做婆婆的就好好的教教你规矩，害怕伤害到茵茵，我直接踹向古母的肚子。她经受不住我的重击，捂着肚子跌倒在地上，桌子椅子被撞得东倒西歪，文件散落一地。我还不解气，翻身坐在她肥胖的身躯上，拿着文件夹砸向她的一身肥肉。古母被我打得连连躲避，哎呦个不停。在其他同事的拉扯下，我们才停了下来。古母气喘吁吁地站直身体，头发像杂乱的鸡窝，脸上、手臂上都有擦伤，衣服也被撕破了几处。她捂着疼痛的肚子，眼里带着不敢置信。你敢打我？我冷哼。你私闯公司，我不仅敢打你，还敢报警抓你。古母大怒。黎书婉，你给我辞职，以后就专心照顾我们一家人，否则我就让我儿子和你离婚，把你赶出公司。古母声音刺耳，显然他还不知道他儿子早被我赶出公司了。妈妈，身后传来微弱的呼唤，转头看去，只见茵茵靠在凳子上，面色苍白，神色带着不安。都怪我，奶奶不会真的要把你赶出公司吧？妈妈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哪怕是董事会、投资人。我向茵茵投去一个安抚的眼神。以前我为了茵茵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选择委曲求全，没有和古婷离婚，换来的却是他们得寸进尺。古母一脸气急，颤抖地指着我：黎书婉，你听到没？我要你辞职，作为你把婉婷赶出公司的代价。我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了安全卡，直接对准了古母，嘲讽道：要滚出公司的是你，
这张安全卡是当年我创立公司时准备送给古母的贵重礼物，它代表着在公司特殊的权利和地位。但古家也不是什么富贵之家，古母没受过多少教育，根本没意识到这张卡的价值，只是嫌弃的撇撇嘴，嚷嚷着要我买套房给他们。我也只能无奈地收了回来。古母一直不喜欢我，觉得女人就该当贤内助，不能比男人强势，所以我也没再提起过。后来，我将古婷送上了公司的高层位置，当时她满脸自信地告诉我，以后她会靠自己掌管公司。为了保全她的面子，同时也为了服众，我就再也没有拿出来了。如今，我要收回给他们的一切。黎书婉，你敢威胁我？你这个贱人！古母面目狰狞，声音尖锐刺耳。我冷冷地回应：看来这么多年，你还没有明白。回想起来，在这个家庭中，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牺牲，从早到晚辛苦工作支持家庭，每当节假日还得尽孝道陪伴古母。我对你们家无微不至，你承诺会照顾好茵茵和公司，结果呢？你纵容古婉婷欺辱并伤害茵茵，你没遵守，现在是时候接受惩罚了。我将安全卡贴进了访问系统，古母的权限被限制，她再也不能进入公司，公司的一切利益和她也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挥了挥手，让保安将她带了下去。古母骂骂咧咧的声音渐渐远去，我深呼吸了一口气。接下来，我需要对付的只有古婷和她的联盟成员了。我回到办公室，用安全卡刷入访问系统，解除了他们在公司里所有的权利。在派人去调查茵茵被诬陷这件事时，才发现公司里的元老已经全部被调换了。没想到古家人为了霸占公司，竟然做到这个地步，我恨得牙痒痒。这时，小陈突然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：“李董，不好了！古婷和岑云带走了您新研发的所有关键技术资料去发布会了。”我就说古母怎么会来公司大闹？她重面子又自视甚高，再怎么生气也只会让我过去。原来是为了给自己儿子打掩护，只是没想到我直接将他给赶了出去。我带着茵茵直接杀到了发布会现场。到达会场外时，我深吸一口气：古婷、岑云还有古影，你们都会付出代价的。妈妈，古茵茵依旧紧张地抓着我的手，我拍了拍她的手，以示安慰。在门口，我遇到了沈瑜，她一见我便皱着眉头劝说：黎书婉，你离开5年了，现在已经不是你能掌控的局面，我劝你回去。我和沈瑜从小一同长大，如果是其他人阻拦我，我肯定一个耳光就扇过去了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再开口。沈叔叔，茵茵突然开口：你还记得我吗？小时候是你教会我骑自行车。他取下帽子，露出苍白的肌肤，神情枯槁，眼眶凹陷，一看就是经受了许多折磨。你是茵茵？沈瑜满脸惊讶，似乎不敢相信眼前骨瘦嶙峋的女孩是茵茵。沈叔叔，你让妈妈进去吧，妈妈只是想为我讨一个公道。茵茵突然间情绪崩溃，声音哽咽，身子控制不住的发抖，立刻去联系心理医生。我慌张地对小陈说道，眼泪也忍不住落了下来。妈妈，你别哭。古茵茵抬起手擦掉我的眼泪，她声音微弱，我的心揪了一下。茵茵咽了咽口水，努力稳定自己的情绪，继续道：沈叔叔，你还记得吗？妈妈出国前，你承诺会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好好照顾我。但是沈叔叔，你看看现在的我，我自己都觉得陌生。茵茵在我怀中颤抖着，她的声音细如蚊啊。这怎么可能是茵茵？
古婷不是说会重用你，等你毕业就让你接管公司吗？沈瑜眼神里满是震惊和不可置信。他以前经常去看古茵茵，和现在简直是判若两人。之前每次去都会遭受古母的白眼，后来不知道从哪儿冒出的流言，说茵茵是他的女儿。古婷因此还和他打了一架，做了亲子鉴定才平息下来。但这事过后，沈瑜看茵茵确实过得还不错，也从古婷口中得到了承诺。为了避嫌，慢慢的也就减少了来往。我爸和奶奶他们都骗了你，沈叔叔。古茵茵的话语间夹杂着哭腔。每次你来的时候，奶奶就会把我收拾得整整齐齐的，但私下里不是骂我，就是打我，指责妈妈为什么还不把公司给爸爸。爸爸也整日不回家，而且我只是在公司里做一个小职员，根本没有得到重用。沈叔叔，我真的没做过他们说的那些事。古茵茵眼泪汪汪地看着沈瑜，声音里满是无助和绝望。茵茵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沈瑜上前紧握她的手，语气坚定而急切。他得到的消息是茵茵盗窃了公司机密，其实他也不怎么相信，拦住两人也是担心他们受到伤害。我无意中撞见了古影和公司某高管在办公室，他咬着唇停顿了一下，显然是难以启齿。沈瑜脸色铁青，你爸那个私生女。茵茵点点头，几乎是在哽咽着说出这些话。我本来想转身就走，但被他们发现了。他们威胁我不按照他们说的去做，就会让妈妈名誉扫地，还会影响妈妈。这帮畜生！沈瑜愤怒的拳头都在颤抖。我答应了，但没过多久，爸爸和岑云的关系突然曝光。古影在公司里宣扬自己是爸爸的女儿，爸爸也没有反驳，还为他撑腰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开始排挤、欺负我。茵茵低下头，我不敢和妈妈说，妈妈在国外做科研已经很辛苦了，我以为忍一忍，等妈妈回来就好了。结果他们诬陷我泄露公司商业机密，要我去坐牢。我抱着女儿，心痛不已，内心对古婷的憎恶又多了几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黎书婉，我支持你。沈瑜低声道。我一踏进会场大厅，就听到一阵高亢的争吵声。眼前不断争吵的两人，正是古婷和岑云。他们停下了争执，目光齐刷刷转向我。我紧握着手中的安全卡。古婷，我要你和这个狐狸精滚出公司。古婷冷笑一声，就凭你？这里可是发布会现场。岑云转身面对我，脸上挂着一副受害者的表情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理解，这也不能怪古婷，谁叫你为了项目一去就是5年啊？他委屈地哭着，试图拉拢周围人的同情。你一个第三者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我气急反笑。古婷害怕我对岑云出手，立马站在他面前。够了，公司现在也不是你能做主的。古婷冷笑一声，她上下扫视着我，眼里多了几分嘲弄。你把董事长的位置给岑云，你回家做个家庭主妇就好了。你去向董事会说明是你自己的决定。这5年，岑云帮你看管公司付出了很多。岑云插嘴道：理解，当初也是茵茵自己要从基层做起，我们也劝过她，她不听啊。古婷深以为然，对茵茵的摇头否认看都不看一眼。我怒火中烧，不敢想象这5年他们是怎样欺负茵茵的。古婷已经习惯了我的妥协和付出，理所当然地继续开口。古茵茵曾经下药诬陷公司高管，给我们核心项目造成了损失，你让他赶紧滚出会场，一会儿董事会看到他在这里会迁怒到我。我瞪着古婷，
心中的怒火如同岩浆一般沸腾。我迈步向前，趁古婷还没反应，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，响亮清脆。她整个人被打得向后退了几步，眼神中满是震惊和不敢置信。我冲着她冷笑：“大嘴巴子好吃吗？泼妇！”古婷捂着脸颊，愤怒又无助。岑云走过来，轻轻拉住她的胳膊，试图安慰：“李姐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呢？”她看向我和茵茵，神色委屈：“就算我是小三，可你不在的这5年，我把茵茵当亲生女儿一样疼，比对莹莹还要好。茵茵，你自己说，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？怎么李姐一回来你就撒谎骗她呢？”古婷怒目圆睁地指着茵茵：“我怎么有个你这样搬弄是非的女儿？”我抬手又是一巴掌，把她打倒在地，一脚踩在了古婷的脸上。古婷脸瞬间冲红，眼里带着屈辱，怒吼着想要站起来。你盲目相信古茵茵，过去几年里她做的坏事你知道吗？茵茵是怎么样的人，我清楚。我冷笑着加重了脚下的力道。古婷挣扎着想要摆脱，但无济于事。岑云见我真的动手，立刻大声呼救起来：“来人帮忙啊！”但四周寂静的可怕。过了一会儿，周围才响起一阵窃窃私语：“那可是李董啊，公司的老大，谁敢去帮忙啊？”茵茵走到我身边，看向古婷，她的眼神里都是委屈，泪珠像断了线的珠子不断落下。“爸，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，你总是偏袒岑云母女，可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啊。”古婷面上闪过一丝难堪：“妈妈，放开他吧。”茵茵还是不忍心，对我说道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松开了脚。古婷立即起身朝茵茵低吼：“你就是一个心思歹毒的人，偷公司机密，还想害死莹莹，你敢说不是你吗？”茵茵后退一步，使劲摇头。那天在公司年会上，古影故意把我带到露台，想要推我下去，我躲了过去。茵茵紧握我的手，哽咽着：“妈妈，明明是她自己掉了下去，他们都说是我推的她，但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你这是自找的。”古婷插嘴道：“没把你开除，都算是从轻发落了，可我根本就没机会接近古影，也没想过害她。”古茵茵情绪有些崩溃，声音充满了无法掩饰的愤怒：“那你还在项目计划书里做手脚，不就是让莹莹去承担责任吗？”古婷脸上的表情扭曲的可怕。我失望地看向古婷，但凡有点脑子，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古影设下的局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古影故意让所有人误会是茵茵把他推下去的，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排挤茵茵，对茵茵的品行产生怀疑。等他下一次想要继续污蔑的时候，其他人自然而然也会站在他这一方。而项目计划书完成后，是要先给身为项目经理的古影看的。如果茵茵真的想害他，怎么会直接将动过手脚的计划书给他，还正好被他发现。一想到我当初将茵茵托付给古婷，害他吃了那么多的苦，我就懊悔不已。不是，是古影和公司高管有不正当关系，被我发现了，他们要赶我出公司。茵茵急切地看着古婷，试图解释，但岑云连忙打断了他，声音里不自觉地带着一丝颤抖：“茵茵，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的事情怎么能乱说呢？”茵茵看到他，下意识就想藏起来，但我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，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他。茵茵抿了抿嘴，突然高声道：“古影刚进公司的时候只是个前台。”他看了岑云一眼，接着冷笑一声：“但他很快就成了项目经理，这一点你们就没想过吗？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”
古影刚进公司那段时间确实很低调，但在我回国前夕，他偶然从高管那里得知董事会想要将我排挤出去后，就开始不安分了。他和岑云一起帮古婷拿到了重要项目，找人暴露了岑云和古婷的关系，还仗着古母喜欢他的乖巧听话，硬是以古婷女儿身份在公司里作威作福，趁机欺负古茵茵。岑云站在人群中，听到这话后明显慌了神。我看着岑云这副模样，若有所指地开口：“岑云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刚来公司的时候只是一个无名小卒，不过1个月就变成了古婷的助理，并且还拿到了一个重要项目。”我故意拉长语调，古婷那时候连自己都还没站稳脚跟呢。岑云面色苍白至极，突然开口：“岑云，你到底是怎么拿到那个项目的？”岑云颤抖着声音，显得异常犹豫，说：“古婷几乎是吼出这个字，她的脸色难看至极。我是为了你啊，为了我们。”岑云终于爆发出来：“我用自己的身体换取的那个项目。”古婷整个人似乎被雷击中一般，愣在原地不知所措。“古婷，我和颖儿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，都是为了咱们，不然你以为凭自己的力量怎么能得到这么多支持？”岑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绝望，古婷眼神中带着一丝疲惫。他张了张口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但还是没有说出口。沉默片刻后，他突然抬头看向我：“黎书婉，过去让你们母女受委屈了，能不能原谅我这么多年的错误？”我愣了一下，讶异于他态度的转变，这又是搞哪出？妈妈，你要是原谅他，我就再也不回家了。茵茵连忙摇了摇我的手，眼神里充满了坚决和抵触。古婷见状，祈求道：“茵茵，是爸爸做错了，爸爸以后绝对好好待你。我们先回家吧，还以后……哼，我早就提了离婚诉讼。古婷，你根本不配做茵茵的父亲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反应过来了，声音提高了几分，情绪激动而复杂。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已经迈步向前，一团怒火从心底升起，我直接踩在他的膝盖上。啊！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，古婷发出撕心裂肺般的哀嚎：“这是你应得的！你以为道个歉就能磨灭对茵茵的伤害吗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会选择息事宁人，继续让你安安稳稳地掌控公司？”我用力扇了他几巴掌，冷笑道：“想得到美！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早就解除了你们在公司的一切权利，等着吃牢饭吧。”我的语气冰冷至极。他出轨在先，离婚也只能净身出户，估计是这个原因才想求原谅，现在才知道后悔，早干嘛去了。接着我转过身盯着岑云：“你以为你能逃得了？”岑云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恐，他后退一步，却被我紧紧抓住衣领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右手扬起，接连几记响亮的耳光落在他脸上，啪啪啪声响彻大厅。岑云捂着脸不敢吭声。这么多年，我已经忍够了。我站在会场的中央，声音冷得像是从冰窖里传出来似的。不一会儿，手机震动起来，是公司内部的消息：古影的项目中断通知。这只是开始而已。我拿起手机，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。“你好，我公司里有人偷窃商业机密。”很快警察到了，我将早就收集好的证据给了警方。古婷、岑云被带走了。他们背靠走时回头望着我，眼神中满是愤恨。我留在现场安抚与会的人员，等事情都平息下来了，才带着茵茵回了公司。我们肩并肩走向董事会议室，一路上同事们的目光聚焦在我们身上。“那不是老大吗？”有人小声地说。
看来公司里要翻天了。当我们推开董事会议室的门时，里面已经座无虚席，经理邱熙元、各位高管以及公司重要股东等全都在场。见了我们，邱熙元立刻起身迎接，笑着道：“舒婉这么多年没见，好想你，快来坐。”邱熙元的手刚伸出，想要友好地拍拍茵茵的肩膀，就被古茵茵巧妙地避开了。对不起，我不习惯与陌生人有过多的身体接触。高管和股东们交换着复杂的眼神，显然对这个小插曲感到不悦。邱熙元也是微微一愣，但很快恢复了笑容。小茵还是这样我行我素。听到这话，瞬间引爆了我所有的怒气。你凭什么这样说茵茵？我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，随即我的手掌划过空气，清脆的耳光声响彻整个房间。邱熙元被打得一个趔趄，他捂着脸不知所措地看着我。高管和股东们纷纷站起身来，愤怒地指责我：“李董，你太过分了，这是对管理层的侮辱。”但我根本停不下来，也不想停下来。我把桌上的文件砸向他。我走的时候，你答应我好好照顾茵茵，你怎么做的？你忘了你是怎么从一个普通员工做到现在这个位置？你的学历都不够进我公司的大门，是我开后门让你来的。邱熙元一脸委屈，还在不停地狡辩：“舒婉，是小茵她自己在项目里做手脚，想要陷害古影，我也不好维护她。”我冷哼一声：“邱熙元，你真的以为能把所有罪过都推到茵茵身上吗？你们这群人早就和岑云母女勾结起来了。”我转头对助理道：“把那些关键证据带上来。”助理急忙离去，片刻后拿着一沓文件匆匆而回。我接过文件夹，翻开一页页展示给大家看。看好了，这才是真相。文件中详细记录了岑云母女与部分高管的私下交易，设计陷害古茵茵的证据，邮件往来、银行转账记录，甚至还有录音资料。你怎么有这些证据？邱熙元脸色苍白，嘴唇微微颤抖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如果这都查不到的话，我白当了这么多年董事长。其中一个股东见势不妙，立马出来打圆场：“那李董，您看看怎么处理？我们保证会有合适的补偿。”另一个股东开口，试图平息我的愤怒：“我早就知道董事会一直在尝试把我踢出公司，由于我的地位和影响力，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。我要求董事会开除邱熙元，并且永久封杀。”邱熙元的脸色更加苍白。我转头看向古茵茵，眼神中满是信任。而茵茵从此以后由他担任项目经理。董事会的股东们沉默不语，我也不再给他们面子，讽刺道：“没有我，哪有公司的今天？现在竟然还想把我踢出公司，笑话！”立即召集全体员工会议，从今天开始，公司重新洗牌，那些贪污腐败、背后捅刀子的人，统统清除出局。自那以后，我将公司里曾经伤害过茵茵的人全都清理了出来。一查才发现，不少人偷奸耍滑、贪污行贿，甚至窃取机密倒卖，公司都快漏成筛子了。古婷还满脑子和我作对，想要争夺公司的掌控权。我直接将这些人告上了法庭，蹲大牢是逃不了了。当然，我也没放过古家和岑云母女。古家一直都是依靠我生活，所以我直接收回了全部财产，将他们赶回了以前的破旧老房子。古父古母年龄大了，也没什么本事，只能靠捡垃圾为生。古婉婷被我进行了行业封杀，根本找不到好工作，干脆每天在家颓废过日。古婷入狱前，我们离了婚，
而岑云母女早就被我送进了监狱，而我和茵茵也没有再关注他们，只是更加努力地发展事业，将集团做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